风拂荷塘，自留一抹清香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河上清风。我是个早产儿，出生时弱得跟小鸡仔似的，医生让交钱进保温箱。躺在病床上的妈妈翻了个白眼，一个丫头片子，能活就活，不能活也是她的命，或许是命不该绝。我奇迹般的活了下来。3岁时第一次叫妈妈，她指着我的脑袋戳了好几下。我怎么会生你这么个蠢东西？你怎么不干脆当个哑巴得了？后面我果然不怎么说话了，免得我一说话妈妈就不高兴。4岁时妈妈怀孕了，肚子尖尖的，大家都说是个儿子。跟妈妈不对盘的姑姑故意教我对着妈妈的肚子叫妹妹，一无所知的我跟着叫了。爸爸当场变了脸色，抓起我就是一顿毒打，我被打得遍体鳞伤。第2天妈妈就发动了，历经千辛万苦，生了第2个女儿。妹妹出生后，妈妈对我的厌恶上升到了极点，都怪那个乌鸦嘴，把我儿子吓跑了。他就是灾星，把他给我弄走，我这辈子都不想再看到他。爸爸也早看我不顺眼，他跟妈妈一拍即合，把我提起来扔到荒郊野外。我哭着要追爸爸，爸爸，你等等我，我害怕。话没说完，掉进了河沟里。冬天的水冰冷刺骨，湿水后的衣服沉重极了，很快把我带向水流的深处。就在我快要窒息的时候，扑通一下，很快有人游过来，救我的人是养父。他一瘸一拐地抱着我回家。养母听到我的哭声，摸着门框走出来，怎么会有孩子的哭声？养父拿出干净的衣服给我换上，一边喘着气说：河沟里捞起来的，我要是去晚点儿，一准没命了。养母摸了摸我的脸，可怜见的，这孩子没多大吧？怎么会掉河沟里去？养父没回答，把我塞到养母怀里，你抱着他烤烤火，我去熬点姜汤。我在养父母家里住了3天，好点之后，养父带着我找回爸妈家。看到我，妈妈的脸刷一下沉下来，情绪激动，个死丫头片子，回来干什么？养父被气得不轻，你这说的是什么话？有你这么当妈的吗？你管我怎么当妈？这么爱当便宜爹，你就把这死丫头领走啊？送回来干什么？养父恍然大悟，也对，我们2个村之间相隔了10几公里，这么小一个孩子，再怎么也不可能一个人摸到那里去。我往养父的身边靠了靠，却不说话。其实早在爸爸走的那一刻，我就知道他不想要我了。他明明听到我掉进河沟里的声音，但我叫他的时候，他没有停下来，反而走得越来越快。妈妈冷笑几声，要你管，关你屁事，他摆明了不要我。爸爸跟他口径一致，不管养父怎么劝说都无济于事。养父气得拉着我的手转身就走。孩子倒了8辈子霉才摊上你们这种父母，行，你们不要我要，以后囡囡就是我女儿。妈妈摆脱了我这个烫手山芋，忍不住眉开眼笑。这可是你说的呀，谁反悔谁是狗。养父带着我走出大门，他拍手鼓掌的声音传过来，太好了，这个灾星终于走了。养父给我取了个新名字，娇娇，庄娇娇。养母握着我的手，捂得暖暖的，才叹着气说：咱们养就咱们养吧，这孩子跟咱们有缘。养父蹲在我面前，一脸认真地跟我说：娇娇，以后这就是你的家。他说话的时候很温柔，不像生父永远都是凶巴巴的，我都不敢跟他说话。我鬼使神差的张口叫了一句爸爸。妈妈笑得很开心，她摸了摸我的脸蛋，娇娇的声音真好听，肯定是个漂亮的小姑娘。下午哥哥放学回来了，他很喜欢我，还给了我1盒棒棒糖当见面礼。以后有娇娇陪着妈妈，我就放心了。他之所以这么说，是因为平时爸爸要做活，妈妈眼睛看不到一个人在家不方便，
爸爸的腿和妈妈的眼睛是几个月前出车祸导致的。当时他们一家3口都在同一辆车上，爸爸护住了哥哥，伤了腿，妈妈也不幸伤了眼睛，因此哥哥特别自责。我看看爸爸妈妈，又看看哥哥，心里暗暗决定，以后我就是妈妈的眼睛。隔壁的邻居大婶得知爸爸妈妈收养了我，天天坐在门口指桑骂槐，大冤种，傻蛋，给别人养闺女，脑子有病。一开始妈妈还忍着，全当她在狗叫听不到。可这位大婶越说越过分，说我长得丑，丧门星，说庄家迟早要倒大霉。妈妈忍无可忍，冲出去和大婶对骂：“你个吞粪的臭嘴，你才丧门星，再敢说我闺女半句不好，我撕烂你的嘴！你个瞎子，能走出半里地吗？撂什么狠话呢？”真打起来还不知道谁撕烂谁的嘴。妈妈气得浑身发抖，我赶紧拍了拍她的脊背，冲着大婶的方向吼：“你别高兴太早，我妈妈的眼睛会好的，哈哈哈！你说会好就会好，真是笑死个人。”大婶还想说什么，但哥哥放学回来了。哥哥是大学霸，特别受老师的器重，他这次期末又考了第1名。不但有奖状，还有一份丰厚的奖金。臭显摆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大婶在隔壁骂骂咧咧说风凉话。大婶的儿子跟哥哥在同一个学校，但天天不务正业，惹是生非，隔3差5就被请家长。他嫉妒哥哥优秀懂事，嫉妒妈妈生了个这么争气的儿子，这才隔3差5找茬。妈妈冷哼一声：“有本事你也显摆一下，你儿子拿奖学金啊！”我儿子有本事，我这个当妈的骄傲，我就爱显摆。大婶脸都绿了，正要张口说话，忽然几个警察来到他家，要抓他儿子。原本得意洋洋的大婶吓得脸色都白了。抓我儿子干什么？他在学校，这周都没有回家。你儿子跟同学斗殴，拿刀捅了人家。什么？这不可能啊！我儿子连杀鸡都不敢，怎么敢拿刀捅人？大婶胡搅蛮缠，大声叫嚷着警察搞错了，冤枉他儿子。但这么大的事，警察怎么可能弄错？他们搜了一圈，发现大婶的儿子确实不在家，便离开了。警察走后，他看到我们站在家门口，冲我们吐口水。看什么看？黑心肝烂肺的！你少幸灾乐祸，我儿子绝对不会有事。其实妈妈只是唏嘘他儿子不成器，连累家里，让父母伤心而已。好心当了驴肝肺，我妈也懒得同情他了。晚上睡觉时，我听到妈妈压低声音跟爸爸说话：“娇娇都5岁了，村里这个年纪的娃娃都去上幼儿园了。”幼儿园，我知道的。以前隔壁的二丫每天背着书包，她说幼儿园有很多小朋友，老师会奖励大红花，还有好吃的。爸爸看了看我的方向，吓得我立刻闭上眼睛。只听他说：“我正要跟你说这事，明天我去给娇娇报名，再买个书包和文具。”没等爸爸说完，我连忙睁开眼睛坐起来，小声说：“爸爸，我不想去幼儿园。”为什么？我看了看妈妈的方向，挪过去靠着她。我去幼儿园了，就没人在家陪妈妈了。妈妈一愣，眼眶很快变红，哽咽着抱了抱我。妈妈不用娇娇陪，妈妈自己在家就可以了。娇娇要去学校学知识，跟哥哥一样念书很厉害，妈妈才开心。爸爸是雷厉风行的性格，第2天就要带我去报名。我拉着妈妈的手说：“妈妈也一起去。”妈妈不去，妈妈就在家等娇娇和爸爸。哥哥说，自从出车祸眼睛看不到之后，妈妈就不愿意出门了。这一次，妈妈的回答完全在我意料之中。想到妈妈一个人在家孤零零的样子，我没由来一阵难受，干脆在妈妈旁边重新坐了下来。
妈妈不去，那我也不去。妈妈哭笑不得地哄我：娇娇别闹，我没有闹妈妈，我是认真的。我跟妈妈强调。爸爸看乐了，替我说话：孩子妈，既然娇娇都这么说了，你也一起去吧。我怕娇娇同学看我这样会嘲笑她，我不由分说抓着她的手往外走。妈妈去吧，娇娇求你了。在我和爸爸的双重劝说之下，妈妈最终选择了让步，一家三口齐齐出门了。隔壁大婶坐在门槛上哭得正起劲，她儿子没多远被抓了，据说要坐牢好多年。看到我们出门，大婶哭声一顿，拿起一个萝卜砸了过来：都怪你这个扫把星，你一来我儿子就出事，就是你这个扫把星害的，赶紧把这个扫把星送走，否则我跟你们老庄家没完。爸爸护住我和妈妈，一边生气地看着大婶，简直是不可理喻。你儿子犯事，跟我闺女有什么关系？你这破闺女是扫把星，把她亲爹妈都害惨了，是我们一家倒霉，跟你们家当邻居，才被这个扫把星连累。我妈和大婶不对盘多年，根本懒得理会大婶的发疯。她冷静地拉着我和我爸的手：别理她，浪费口舌，给娇娇报名要紧。我爸也懒得和大婶见识，二话不说就同意了。他看我人小腿短，走起路也慢，干脆一只手把我抱起来，另一只手挽着妈妈，给我报了名。爸爸妈妈又给我买了书包和新衣服。快天黑时我们才回家，还没走到家门口，天空中升起一股浓浓的烟雾，还有大家叫救火的声音。这声音好像是我们家那边传来的。爸爸脸色一变，扔下我和妈妈，赶紧先跑了过去。大庄子，你可算回来了，你家柴垛着火了，整个屋子都烧了呀！围在家门口的人很多，火势已经控制不住了，熊熊烈火染红了半边天，空气中都是浓浓的烟味。好端端的，怎么柴垛着火呀？好好的房子就这么烧了，可惜了，重新盖一个要不少钱呢。报警了没有？得消防员来才能灭火。我听着大家指着着火的房子窃窃私语，突然想起出门前大婶说的话，突然有些怕了。说曹操，曹操就到。大婶不知道从哪个角落冒出来，指着我大声道：扫把星回来了，前脚害了我儿子，现在又害了老庄一家。果然是个不折不扣的扫把星，我吓得后退了2步。爸爸折身回来，双目赤红地看着我们这边。对不起爸爸妈妈，都是我不好。我害怕地哭起来。大婶说中了，我果然是灾星。我连累了爸爸妈妈。下一秒，爸爸却猛地抱住我和妈妈：不，娇娇不是灾星。如果不是娇娇坚持要妈妈一起去，那被烧的就不只是一个房子了。爸爸声音嘶哑，看妈妈的目光透着劫后余生的恐惧。妈妈还在怔愣，被爸爸这一说，她回过神来，忽然嚎啕大哭：娇娇，是娇娇让我出门的，娇娇救了我一命啊！爸爸又哭又笑的点头：对，是娇娇的功劳。谁说我闺女是灾星？她分明就是福星，上天专门派她来救她妈妈的。爸爸的声音引起一阵哗然：真的呀，庄子？当然，先前出门的时候，孩子妈说好不去，但娇娇非要她一起去。如果只留下孩子妈一个人在家，这火势这么大，又这么迅速，三叔，你觉得孩子妈能跑出来吗？三叔公闻言连忙摇头，就算是逃出来，肯定人也烧坏了。对一个眼睛看不到的人来说，烧坏绝对是雪上加霜。所以娇娇是功臣，她是福星。爸爸说着，狠狠瞪隔壁大婶一眼：你少给我闺女泼脏水，否则逼急了我可不会跟你客气。火烧到晚上才灭完，警察来了，爸爸被叫过去问话。我们没有地方去，暂时被安排住在三叔公家里。
爸爸不敢让哥哥知道家里被烧，怕哥哥分心，第二天就去了城里一趟。他走了后，大婶幸灾乐祸地讽刺我们：这下完蛋了，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。以后你们一家几口喝西北？西北风3个字他还没说完，三叔公的孙子匆匆找了过来：刘婶，你快来，有人要采访你们。妈妈懵了：什么采访？三叔公的孙子挠了挠头，不太好意思地说：我这不是新闻专业的吗？昨天听说你们家这个遭遇，就写了个稿子。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家庭，半年内经历了车祸，父亲瘸了腿，母亲失明，肇事者逃逸，家里所有的钱都去填补医药费之后，唯一的房子又烧没了。总结下来，就是我们家很惨很可怜。三叔公孙子的稿子火了，那我要说什么？娇娇他爸不在，我不会采访。妈妈结结巴巴，整个人慌乱极了。不要紧，实话实说就行。记者问这次火灾的事，纵火人已经找到了，是邻村一个老头抽烟，烟蒂扔到柴垛引发的起火。老头没有儿女，也没有财产，年纪又大了，连警察都奈何不了他。我会把这个采访发出去，号召一下公众，看能否给你们捐点钱。这不太好吧？有什么不好的？你们这番遭遇，连我都很心疼，只可惜我自己能力有限。记者说着，从包里拿出一个红包递给妈妈。妈妈摸到红包的厚度，才意识到里面装的是钱，连忙还回去。看妈妈这个反应，记者姐姐直接把钱塞到我的手里：小妹妹，帮你妈妈收着好吗？我连忙摇头。妈妈说不能要。可以的哦，这是姐姐的一番心意。我年纪还很小，对钱并没什么概念，但也知道记者姐姐是想帮助我们。我不要钱，我只想妈妈的眼睛可以看到，以后就可以陪我去上学。爸爸要出远门也放心了，家里工作机会太少，爸爸想出远门打工赚钱，可妈妈眼睛看不到，她不放心。记者姐姐动作一顿，没再强塞红包过来。妹妹的愿望会实现的。爸爸回来时，记者姐姐已经走了。听说采访的事之后，她没说什么。我去跟浩浩说了，让他这2个月在学校好好复习，有时间我们去城里看他。哥哥正是高考最关键的时候，爸爸这样做也是一番苦心。爸爸正盘算着把我和妈妈托给三叔公，他出门打工。可记者姐姐又来了，她满脸激动地告诉我们，有医生愿意给妈妈做手术。什么？爸爸手里的杯子啪嗒一下掉在地上，摔成碎片。采访的视频发出去了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，大家都非常同情你们的遭遇。更让人惊喜的是，有一个医生看到，说愿意替娇娇妈妈做手术。记者姐姐和爸爸妈妈说了很久。3天后，爸爸就带着妈妈去医院检查了，前后检查了好几次，医生确定妈妈的眼睛手术可以恢复，并且很快安排了手术时间。妈妈手术那天恰好是周末，妈妈早上就进去手术室了。我和爸爸在外面等了很久很久，一直到快晚上了，妈妈才从手术室出来。她的眼睛和头上被绷带裹得严严实实的，我有些担心，但医生告诉爸爸，手术很成功。爸爸开心地把我抱起来：娇娇，等你妈妈好了，以后就可以送你去上学了。真的吗？我满心欢喜。以后妈妈就愿意出门了吗？当然，以后你妈妈眼睛可以看到了，她这人比谁都爱出门。爸爸哈哈大笑，这是我来这个家这么久，第一次看到她笑得这么开心，我也跟着笑，感觉好幸福啊。妈妈出院那天，记者姐姐又来了，她和几个同事提了很多好吃的。周姐姐，我跑过去，用力抱了她一下，谢谢周姐姐。
爸爸说你是我们家的大恩人。周记者愣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，他笑出来，揉了揉我的头发。周姐姐可没做什么，都是那个医生叔叔的功劳。医生叔叔也是大恩人，但是爸爸说周姐姐也是大恩人。周姐姐捏了捏我的脸蛋，小丫头嘴巴真甜。姐姐今天来，还真有好消息要告诉你们。她说着，拿出一个很厚很厚的红包。爸爸惊讶地看着他，周记者，你这是？这是网友主动发起的捐款，解决你们家燃眉之急的。周记者，这个钱我不能要，庄叔你就拿着吧，这是网友的心意，指明了要给你们的。周姐姐刚说完，生母不知从哪个角落窜出来，直接把红包抢了过去。你谁呀？干什么？周姐姐很生气，想把红包抢回来。这段时间关于我们家的事闹得很大，当地几乎人人都知道，以至于哥哥那边都瞒不下去了。今天做手术，他也在医院。生母显然是在医院守株待兔，不知道多久了。他捏着厚厚的红包，眉开眼笑，撇了撇嘴，指着我哼了一声：“我是这丫头亲妈，这钱不是你们捐给她的吗？”我倚在爸爸脚边，壮着胆子说：“这是给我妈妈的。死丫头被别人养几天，还真当她是你妈了？你眼睛看清楚了，我才是你妈！”生母恶狠狠瞪了我一眼。周姐姐一脸糊涂，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。庄叔，她真是娇娇的妈妈。爸爸正要点头，我赶紧大声说：“不是，她把我扔了，不要我了。”生母听到我这么说，脸色一变，扬起巴掌就想打我。死丫头片子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爸爸脸色很难看，抬手拦住生母的动作。你竟然敢在我面前跟娇娇动手！你忘了你自己不要娇娇了？生母眼珠子转了一下，目光贪婪地看着手上的钞票。我可没这么说过，是你自己看我家孩子乖巧，跟我讨要，还不允许我来看他。爸爸从没见过这么不可理喻的人，气得浑身发抖。你胡说八道，血口喷人！生母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在医院起哄。我说的都是真的，这一家人想独吞了这笔钱，所以翻脸不认人了。一时间医院闹哄哄的，周姐姐几人似乎都不知道该相信谁。哥哥忽然站起来，指着生母冷笑几声：“你有脸说，你先前扔了娇娇，又把后面生的小女儿也扔了，你以为我们不知道？”生母笑容一僵：“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”我也茫然地看着哥哥：“什么扔了？”哥哥冷冷一笑，对周姐姐等人道：“她确实是娇娇的亲生母亲，但她自己扔了娇娇，我爸送回去她都不要，都说虎毒不食子。可这个女人比老虎还毒，她几个月前又生了一个女儿，这次她不想浪费粮食，养到3、4岁才扔，就直接送给隔壁镇的一户人家了。”爸爸倒抽了一口凉气：“浩浩，你说的是真的？”哥哥点了点头：“我班上有个同学就是他们村的，这是他们村里的人都知道。”周姐不相信的话，尽管去打听。生母被哥哥揭穿了老底，气急败坏起来，她想用包砸哥哥，嘴里还骂骂咧咧道：“你就是不想分我这个钱，故意污蔑我。你当谁都跟你一眼，眼里只有钱。”哥哥直接把钱拿过来还回给周姐姐，一脸郑重地说：“这个钱我们本来就不打算收，但这个钱也不能便宜他。”生母撒泼，妈妈也听到了，她支持哥哥的说法：“我很感谢周记者和刘医生，你们还了我光明，这比多少钱都珍贵，钱我不能再要。我和孩子爸有手有脚，以后自己赚钱养2个孩子不在话下，但这个钱也不能给他。希望周记者跟捐款的网友们解释一下，把钱退回去。”妈妈指着生母，斩钉截铁地说：“2个母亲在同一件事上截然不同的反应，高下立现，
周姐姐选择了相信我们，她把钱收了回去，到嘴的鸭子飞了。生母不甘心，气得脸红脖子粗。你们这些傻逼，你们会后悔的，迟早被这个丧门星害死。妈妈护着我啐了她一下，你才是丧门星，我们娇娇可是福星，她可是我们家的宝贝。你自己也是女人，还这么虐待自己的女儿，你才会遭到报应。生母还想说点什么，哥哥忽然打断她：妈，你说的没错，娇娇就是我们家的福星，忘了告诉你和爸，我已经保送北大了。不等哥哥说完，妈妈惊喜地瞪大了眼睛：保送北大？真的吗？浩浩。哥哥轻轻点了点头。我还能骗妈你不成？爸爸紧绷的脸也顿时笑开，他拍了拍哥哥的肩膀，夸赞道：好小子，给你爸长脸了。说完转头跟生母炫耀：看到没有，自从娇娇来了我们家是蒸蒸日上，越来越好了。房子烧没了算什么？跟他妈眼睛恢复和他哥保送北大相比，那简直不是事儿。生母死死瞪着我们，嫉妒的眼珠子都红了。可惜谁都没有理他。哥哥保送的事很快在村里传开了，这在我们这种小地方前所未有。大家以前只知道哥哥成绩好，但是没想到他竟然还能保送北大，这是在我们镇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。他们还给哥哥奖励了一笔丰厚的奖金。隔壁大婶知道后，嫉妒的脸都扭曲了。经过这2件事，我们家是越来越顺利了。妈妈眼睛做完手术好了，哥哥和爸爸不用再悬着心，他们一个去北京上大学，另一个则是安心在省城工作。后来妈妈和我也去省城了，她在省城给我找了个幼儿园读书，她和爸爸一起开小吃摊。爸妈都是勤劳能吃苦的人，他们把小吃摊子经营得有声有色，食客特别多。第1个月，爸妈就赚了3万块，这是爸妈来之前完全没想到的。3万块给他们很大的信心，他们干得更加卖力了。爸爸说，虽然现在不在家，但房子一直没有修缮，我想今年多赚点钱，重新盖一个房子。哥哥想拿奖金出来让爸爸盖房子，但爸爸拒绝了。他说那个钱留着哥哥读大学用，家里盖房子的事不要哥哥操心。妈妈想的和爸爸一样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等以后有钱了，我们就租个宽敞一点的房子，让娇娇住得舒坦一些。为了省钱，爸妈租的是城中村的房子，即便如此，我们住得也非常开心。周末的时候，我会在摊子上跟爸爸妈妈一起，有时候玩玩具，有时候写作业，有时候也会陪妈妈一起串烤串。很快那些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就认识我了。可好景不长，雨季到了，爸妈经常只能赶着不下雨的间隙去摆摊，有时候天气实在是不好，好几天都不能营业。我看着外面淅淅沥沥不停下的雨，忍不住说，要是我们家也有铺子就好了。爸爸惊讶地看着我，娇娇怎么会这样想？如果有铺子，那下雨天爸爸妈妈也可以开店了。妈妈若有所思地听着，转头跟爸爸说，娇娇说的有道理，他爸，要不咱们先不攒钱盖房子吧，我们去盘个店铺。盘店铺成本是高了，但机会也更多，还不用风吹日晒。当然，最主要的是我对我们的手艺有信心。爸爸被妈妈说动了，2人合计了半天，决定先开店。爸妈信心满满，很快就找了铺子。新店的位置也是在城中村，面积不算很大，但是附近人流量特别多。开业之后，收入比爸妈预想的还要好，没了下雨天的拖累，第1个月收入就是之前摆摊收入的2倍。这个收入让爸妈跟打了鸡血一样，他们越发卖力了。后来有一个姐姐认出了我们，你们是不是李家庄那个庄妈妈和庄娇娇啊？
妈妈摸了摸脸，不好意思地问：“你知道我们呢？”“当然知道，去年你们很火，看样子庄妈妈你眼睛好了，太好了。”妈妈笑得很开怀，她满脸感动地说：“多亏了周记者和刘医生，也要多亏你们。我听说很多人给我们捐钱，但是你们都没有要，你们真的很棒。娇娇也很乖。”妈妈听到姐姐发自内心的话，特别高兴，一直要请她吃烤串。姐姐偷偷拍了我们的视频，发到网络上，很多网友都知道我们了。有些网友还跑到爸爸妈妈的小吃摊来打卡，因为味道好，价格也实惠。我们家成了附近生意最好的烤串店，才开店半年，爸妈又租了一个更大的店面，还从老家请了亲戚来帮忙。爸妈也没急着回家盖房子，盖房子要人盯着。现在爸妈忙着做生意，事事要亲力亲为，根本没有时间在老家盯着盖房子。他们又卖力干了半年，竟然攒到了在省城买房子的钱。房子买完的时候，爸爸抱着我，笑得合不拢嘴：“娇娇，你真是小福星，要不是听了你的话开店，我们哪能这么快赚到这么多钱？是爸爸妈妈太能干了。”我握着小拳头，认真地说：“不，还是因为娇娇的嘴巴开了光，说什么就兑现什么。”妈妈摸了摸我的头发，一脸笃定：“明天我们就去看房子，等房子定下来之后，再告诉浩浩，给他一个惊喜。”妈妈嗔怪地看着爸爸：“哪有你这么使坏的？万一吓到浩浩怎么办？咱们儿子什么样的人？那是大学霸，老师都抢着要，怎么会被这么点小事吓到？你也太小看浩浩了。”爸爸延续一贯说做就做的风格。第二天我们就去看房子，看了3套就定下来了。爸爸站在新房子的落地窗前大声宣布：“以后我们在城里就有家了。”在我们的房子被烧了快2年之后，我们终于再次有家了。爸爸，我们今天吃大餐吗？我眨巴眨巴眼睛，有些嘴馋了。妈妈笑得不停点头。当然，买房子的大日子必须要吃一顿大餐。娇娇想吃什么，我们就去吃什么。今天娇娇还想去哪里，都跟爸爸说。我眼睛一亮，抱着爸爸的腿问：“真的吗？爸爸，那我可以去游乐园吗？”“当然可以，以前太忙了，只顾着拼命赚钱，都没带娇娇到处玩玩。”爸爸说着，露出心疼的表情。“没关系的呀，爸爸，我跟爸爸妈妈在一起也很开心。好闺女，今天爸妈给你全补回来，想吃什么，想去哪里玩，都跟爸爸说。店里有亲戚在帮忙，我们买房子的事很快就被人知道了，还传回了老家。爸妈也不在意，趁着手里还有点闲钱，爸爸又托3叔公帮我们家盖房子。到过年的时候，房子恰好修完，于是我们就回去过年了。村里人都说爸妈有出息，儿子在北大，在省城买了房子，又在老家盖了新房。他们甚至还夸我，娇娇刚来的时候黑不溜秋、瘦瘦小小的，现在又白又嫩，我都快认不出来了。爸妈闻言只是笑了笑，但很快热闹的气氛随着2个不速之客的到来而凝滞了。生父生母带着他们刚出生不久的儿子不请自来：“娇娇，我可怜的闺女啊，快过来让妈看看。”一进门，生母直奔我而来。以前她看到我就跟看到杀父仇人一样，对我不是横眉竖目，就是动辄打骂。没想到她不打骂之后，比以前更吓人，仿佛是披着羊皮的狼外婆，吓得我赶紧往妈妈身后躲。妈妈跟老母鸡护犊一样护着我，怒喝道：“徐来娣，你干什么？”生母眼珠子闪烁了几下，挤出2滴鳄鱼泪：“你凶什么凶？我来看看我女儿怎么了。”“你女儿？你不是只有一个儿子吗？哪来的女儿？”妈妈鄙夷的回怼：“亲戚就是眼线，
生母以前抢网友捐钱的事被妈妈告诉老家人了，而我们2个镇之间相隔不远，生母那边的动静妈妈其实都知道，只是她从来没跟我说过。刘春兰，要不是我女儿，你能发财买房盖房吗？你不感激我就算了，还敢这样跟我说话？感激你？徐来娣，你在搞笑吗？感激你丢了娇娇，害她差点没命，还是感激你见钱眼开，抢网友捐的钱？妈妈越说越气，恨不得跟生母动手了。徐来娣，我家不欢迎你，赶紧给我滚！妈妈指着大门口，向生母下逐客令。生母张了张嘴，脸涨得通红，她盯着我的方向，忽然说：“要我走可以，但今天我要带走娇娇。她以前都叫我死丫头，我在那个家的时候连个名字都没有，现在却叫我娇娇。我觉得身上鸡皮疙瘩起得更厉害了。你要带走娇娇？徐来娣，你在做梦吗？你休想！”爸爸虎视眈眈地盯着生母，生父眼珠子转了一下，跳出来打圆场：“庄大哥，娇娇是我们的女儿，这几年我跟他妈也后悔了，是看我们赚钱了才后悔的吧？怎么，以前嫌弃娇娇是灾星就把她扔了，现在认为她是福星就想认回去？”生母干脆往地上一坐，众目睽睽之下鬼哭狼嚎：“我要认回来又怎么样？是我肚子里爬出来的，我才是他亲妈。你们跟我抢孩子，你们要遭雷劈的！不把我女儿还回来，我就去报警。”爸妈还真不怕生母报警。行啊，报警就报警，我一不偷二不抢，还怕你们报警不成？越说越气，爸爸干脆主动打了报警电话。我倒是要问一下警察同志，谋杀自己的孩子是犯罪吧？卖掉自己的孩子也是犯罪吧？生父生母的女儿，我的妹妹，表面上说是送养，实际上他们收了5万块卖掉的。生母吓得脸都变色了，连忙扑过去抢走爸爸的手机：“不准报警！不是你自己吆喝着要报警吗？怎么又不给报了？”生父见情况不好，连忙改口：“我们也不是非要认回娇娇，不过这是有条件的。”生母立刻接话，狮子大开口地比划出一个数字：“给我们50万，以后我就不来打扰你们，也不跟你们抢那丫头。”他指着我，露出嫌恶的表情。果然，他不是冲着我来的，只是看爸爸妈妈有钱了，冲着钱来的。爸爸，不能给他们！我不答应。我看着生父生母的方向，大声开口。生父闻言，当即露出熟悉的表情，恶狠狠瞪我：“你个小白眼狼，你说什么？说的就是你！我们有钱也不会给你，小兔崽子，反了天了！”生父很生气，想冲过来教训我，被家里的亲戚拦住。亲戚都劝他们，要不是我爸妈收养，现在我估计都已经不在了。生母不甘心，但妈妈拿出扫把，朝他们的方向狠狠打过去。1毛钱也不会给你们！娇娇他爸直接报警，他想道德绑架我们，没门！爸爸忍了很久了，这下二话不说就拨打了报警电话。怕被追责的生父生母吓得屁滚尿流，赶紧跑了。这个年因为生父生母找茬，过得并不愉快。一过完年，爸妈就赶紧带着我回省城了。没想到生父生母还不死心，竟然找到了我们店铺的地址。他们没闹事，只是故意在店铺旁边摆了摊子，卖的烤串跟我们店里的一样，虽然味道比不上我们家的，但是他们为了抢客户，故意把价格卖得很低，正常2块钱的，他们卖1块，5块钱的卖3块，不少图便宜的食客都跑去他们那里吃了。他们的儿子这个时候已经会走路了，就放在地上让他到处爬到处走。生母走到我们店铺前耀武扬威，以为不把死丫头还给我们，我们就没办法了。嘿，你们想不到吧？
死瘸子，这才是开始呢。以后我把你全部客户都抢过来，让你们在这边混不下去。他看着爸爸走路依旧一瘸一拐的脚，满脸鄙夷。你才是死瘸子，你这样也不会赚到钱的。爸妈也带我在省城吃过不少吃的，不好吃的东西，就算是比别人便宜，我也不爱吃的。我想那些客人跟我是一样的。生母骂骂咧咧地把视线转向我：“你个吃里扒外的赔钱货，说谁赚不到钱呢？小心老娘打死你！”他被我气狠了，干脆对庞大的人流吆喝：“今日大降价，买满20减5块，买满50减15。”原本好好的生意市场，硬是被生母一个人搅乱了。店里客人本就不多，生母这个骚操作一出，他们跑得更干净了。开店这么久，第一次发生这种情况。爸爸妈妈，刚才我是不是不应该说那句话？我看着一脸苦闷的父母，心里难受极了。爸爸回过神来，娇娇说的什么话？你维护爸爸，爸爸高兴还来不及呢。他既然在这里当搅屎棍，那大不了我们今天不开业，爸爸带你出去玩。爸爸关店门的时候，生母在旁边笑得很嚣张，手下败将，你们也不过如此嘛。爸妈没理会他，商量着我们一家3口去北京。这2年忙着赚钱，都没去哥哥的学校看一下。过年时哥哥忙着寒假实习，也没能回来。这次我们就去北京玩，正好放个假，反正再差，咱们在省城也买了房子，老家的房子也盖好了。我们一家3口出现在哥哥学校门口时，把他吓了一跳。随即哥哥高兴极了：“爸妈，我正想着过几天有时间要回家去看你们。”又揉了揉我的头发，笑眯眯道：“娇娇长高了，真漂亮。这次暑假不用实习了。”爸爸好奇地问：“自从哥哥上大学之后就非常忙，2年时间只回过省城1次，要不是经常电话联系报平安，爸爸都怀疑哥哥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呢？”哥哥勾唇一笑：“目前差不多稳定下来了，底下有人干活，不用我自己事事亲力亲为了。有人干活，哥哥你当领导了吗？”哥哥哈哈大笑，捏了捏我的鼻子说：“哥哥不是当领导了，而是当老板了。”在我们3人疑惑的眼神中，哥哥告诉我们他把那笔奖学金拿去创业了。他和室友开发了几个小游戏，没想到这阵子有一个小游戏大火了，赚了很多钱。爸妈惊呆了：“真的吗？你这2年就在鼓捣你这个游戏？”他们每个月还给哥哥打生活费，哥哥也没说什么，却完全没想到哥哥私底下干了这么大的一件事。“爸，我这不是跟你学的吗？给你一个惊喜。”哥哥说着，拿出一份购房合同。“这又是什么？”妈妈呆呆地问。“我觉得我们省城那边环境还不错，恰好手头有钱，就买了个房子，给爸妈你们养老。”爸爸看了购房合同，更加激动了。“这不是商品房吧？这是别墅啊，比我们买的商品房贵了很多倍，而且哥哥还是全款买的。商品房你们不是买了吗？我再买个商品房就没什么意思。这个别墅附近的私立学校很好，以后娇娇就去那边上学。”爸妈喜悦的眼睛都红了。“你这小子，闷声干大事啊！你妹妹来之前还说给你一个惊喜，没想到你给我们的才是惊喜。”我似懂非懂，只知道现在哥哥变得非常厉害了。想起生母说的话，我忽然有点难过，问哥哥：“哥哥，你有认识很厉害的医生，给爸爸治腿吗？等爸爸的腿治好了，生母再想攻击爸爸都没有地方可以攻击了。”爸爸一愣，笑呵呵地说：“爸爸的腿这么多年都习惯了，娇娇别担心啊。”哥哥打断他：“爸，娇娇不说，我也有这个打算，治好你的腿，我才能彻底放心。”爸爸满脸不自在。
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腿，嘴上说：“这都几年了。”就这样了，你别费什么心思了。国外有骨科专家能治疗，这件事爸你就放心交给我吧。等消息确定下来再说。哥哥也跟着我们回省城了，买房是他托中介办的，他的同学来实地看过，他本人还真没到现场看房。这次我们一家4口去看了别墅，果然非常漂亮。别墅有6个房间，一家4口住绰绰有余了。爸妈正在规划我住哪个房间，哥哥住哪个房间，书房要怎么布置。忽然妈妈的手机响了，娇娇妈，那徐来娣2口子跑了，你们赶紧回来开店吧。是我们店隔壁开米粉店的阿姨，她跟妈妈交情好，2人加了微信。妈妈很疑惑，跑了？她不卖烤串了？自从你们关门之后，她就以为自己要称霸整个城中村了，价格立刻涨到和你们一样的价格，偏偏食材又不新鲜，味道也不好。你们刚走3天，已经有不少食客受不了了，结果他们也不当一回事，继续我行我素。就算是这样，也不至于他们主动跑路吧？难道是有客人闹事？不是，他们儿子被快递车撞了，命都快没了。这会儿他们哪里还管得上摆摊？城中村里没有大车，但每天很多快递车跑来跑去。徐来娣一开始是在旁边圈出一块位置，把他儿子放在里面玩，后来越来越心大，小孩跑出来了，他也不当一回事。爸妈赶紧带着我和哥哥去店里，徐来娣的摊子都还在，人却不见了，大家还围着摊子指指点点，早就觉得会出事，没想到这么快。当爹妈的心大，好几个人提醒他们了，他们还说人家多管闲事。他们认出了爸妈，叽里呱啦地说：“庄大哥庄大嫂，你们赶紧回来开店吧，大家都惦记着你们家的味道嘞。”爸妈没有急着开店，难得哥哥回来，干脆玩个痛快。1周后，我们店铺才重新开业，老食客跟风了一样涌进来，再也不图便宜了。我就认准庄记，爸妈悬着的心放下来了。徐来娣的儿子保住了命，只是运气不太好，腿被压断了，必须截肢。他和快递员那边打官司，花了1年多的时间，等官司打完再回来，快递员没有多少财产赔偿。他的宝贝儿子左腿被截肢，成了他口中的瘸子，而城中村这边也没了他的位置。看到我们家烤串店生意红火，他气得脸扭曲了。庄娇娇，你个丧门星，你弟弟就不该离你太近，否则他怎么会出事？爸妈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店里吃着烤串的一个客人忽然跳起来：“你还敢回来？去年吃了你家烤串，搞得我食物中毒，住院了半个月，差点命都没了。你竟然还敢回来！”徐来娣瞪大眼睛惊呆了：“你谁呀？你胡说！”客人很激动：“我的病历单和诊疗报告全都还在呢，花了我几万块，你们2口子跑得那么干脆。”我还说只能自认倒霉。客人说着，脸上已经由阴转晴，带着徐来娣往外走。我这就去拿病历和手术单，你们必须赔钱，否则我跟你们没完。徐来娣不停喊叫：“你这是胡乱讹人啊！我看你分明是吃了庄家的东西，故意讹我们家。你少转移话题，这边还能调监控呢。要不是这边开店的老板都不认识你，你以为能赖到这个时候？”徐来娣今天找事的算盘打空了，还摊上了事。不知道他和这个食客怎么说的，食客没能从他那边拿到什么赔偿。但那之后，他也没再敢来我们店铺闹事。3个月后，哥哥告诉我们，已经找到了国外的骨科专家。爸爸的腿经过数次检查，在专家确认还有手术治疗的希望之后，全家一致决定让爸爸做手术。手术结束那天，晴空万里。爸爸从手术室被推出来的时候，
我们家正式开启了新的篇章。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请为我点个赞和订阅。如果您有任何建议，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。希望今天的故事在你心中留下清香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